2020年3月啊，美伊开练，这个事刚发生，全世界都在盯着那两家当事人。可是我得劝你啊，多往东边那个邻居日本那儿瞧瞧。就在昨天啊，这日本政府呢还是一副忠臣孝子的模样啊，大声嚷嚷着坚决支持美伊对伊朗的行动，那个嗓门大的生怕老美听不见哦。可是你猜怎么着？到了今天，这个口风咔嚓一声变了呀。日本官方最新的说法变成了不评论美伊袭击伊朗的对错。嘿，哎，你听听啊，这叫什么？这不就是典型的昨个还叫小甜甜，今儿个就叫人家牛夫人。这个口风改的简直比翻书还快。这脸皮薄点的人呀，还真干不出来这事儿。那这个日本为什么突然怂了？为什么不跟着老美一条道走到黑了？说白了，就是被吓出一身冷汗了。这在经济学上嘛，叫霍尔木兹休克。日本这帮政客啊，刚喊完口号，回头一算账，冷汗顺着后脖梗子就下来了。他们猛然发现啊，自己刚才那一嗓子，不仅是给老美助威啊，那简直就是给自家的煤气罐点火呀！哎，咱得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各位可能不常看地图，我给你打个比方啊，这个海峡吧，它就是全人类工业文明那个总水龙头。全球有快1/3的海运石油了，每天都有2000万桶啊，全都得从这个窄的跟胡同口似的地方过。伊朗这个哥们儿吧，脾气倔呀，他心想，你老美不是仗这个船坚炮利啊，开着航母来堵我家门口吗？行，我没你枪多，没你船大，但是我有锁呀，我往那一横，沉2只老旧货轮，再布上几千个水雷，哎，大家都别过。这一下啊，全世界的工业心脏都跟着咯噔一下。那匈牙利呢，有个媒体人克里格看得准啊，他说这个水龙头一关，中国啊、日本、欧洲，大家都买不到中东的油了。中东那是谁呀？那可是全球最大的超级加油站啊！这个加油站的大门被这个伊朗一把锁给焊死了。你说大家伙慌不慌啊？咱重点聊聊这个日本啊，日本这回他为什么急到火烧眉毛？哎，你看那个数据啊。日本这个国家嘛，资源啊，那真叫一个穷的掉渣。根据这个日本的官方统计，他们家是92%的原油，81%的液化天然气，全得靠进口。更要命的是啊，这里面超过80%呢，都是从中东那几个产油国买的。还有最要命的啊，这80%里呢，也有70%以上的原油呢，必须得经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哎，也就是说，这伊朗啊，只要把这把锁给焊死几个月，日本国内啊，别说开车了，库一连这个电动炮都得灭一大半。这个时候呢，日本政府啊在那急着站队支持美伊行动，哎，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吗？你帮着老美去打你的加油站老板，你是不想过了还是怎么着？日本にとってはその中東から9割原油を依存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この地域が封鎖する期間が長ければ長いほどですね、大きな影響が出る可能性が出てきます。老美打伊朗，那是为了伊朗人民吗？拉倒吧！说白了，不就是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吗？是为了那个世界第4石油储量，世界第2的天然气储量。老美家底厚啊，自家有油，中东打烂了，他能收割全球资产。可是日本呢？哎，日本呢，你就是个干活的呀，你连口备用警都没有，你跟着起什么哄啊？那现在这个伊朗的锁一挂，日本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分到肉，连自家的灶火都要灭了。哎，能不赶紧改口说不评论吗？这就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克里格说了啊，中国呢虽然也断了中东这条海路，但是中国不慌，为什么呀？这就得说咱们中国人的智慧了啊，这就叫狡兔3窟，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咱们中国呢现在是约有1半的油啊得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过，这确实是不假的。要是搁在20年前啊，那真是急得抓挠腮啊。可是现在呢，哎，您各位往这个北边瞧瞧，那儿有个大邻居俄罗斯，咱跟俄罗斯那关系啊，这些年那是实打实的呀，石油管道哗哗的呀，跟自来水管子似的，直接通到咱家里。这克里格说了，只要中国这个后门开着，海路堵了，咱大不了多花点钱，让这个老俄呢多拧个点阀门，这油不就接上了吗？再者说了，咱家里还有余粮呢。这些年啊，咱们是疯狂建这个储备基地，现在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啊，那是够全中国啊用个110多天的。哎，就算这个外面一滴油进不来，
咱照样能让工厂开工，让这个车子满街跑，稳稳当当转悠3个多月。到那个时候，指不定外面谁先熬不住，先撑不住劲儿呢。所以咱们这就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稳坐钓鱼台，看这帮人折腾。这克里格呢，还专门提到俄罗斯，他说俄罗斯这回表面上吧不言不语，其实心里面正乐开花呢。嘿，这个事得两说这表面上看，中东的油出不来，全球的油价那跟做了二踢脚似的，一路蹿升，一桶油冲破$150，那都是保守估计。这俄罗斯呢，作为这个全世界数一数二卖油的，那不得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可是你别忘了西方那帮主也损着呢一直给这个俄油搞什么价格上限，搞制裁。老俄的油想在大西洋上卖出天价也没那么容易。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跟印度这几个大客户在呢，只要这个海运费一涨，中东油一断，咱们大伙呢就得排着队去敲老哥家的门了。就算不能发点横财赚个盆满钵满，多挣点外汇补贴一下这2年的家用，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所以俄罗斯现在估计在家里面正偷着乐呢。打吧打吧，你们在波斯湾打得越热闹，我这黑金就越值钱。这就是所谓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咱们还得说这个倒霉催的欧洲克里格这个话吧，最狠最扎心的就是点出了欧洲的绝望。你说这个事儿讽刺吧？美伊开打，欧洲在那边抖成筛子，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后路都给掐断了。想当年这俄罗斯的廉价石油那是管够又便宜又稳当。可是欧洲这帮所谓的高层非得跟着这个美国大哥屁股后面转搞什么政治正确，为了表忠心硬生生的把跟俄罗斯的能源通道给掐了，甚至有的管道成了海底的废铁，这就叫自断经脉你看现在的欧洲这个原油40%呢得靠这波斯湾，柴油快一半得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过，连烧饭取暖天然气1/4也得指望卡塔尔，而这些全都得经过伊朗看守那个窄窄的海峡口。现在好了，伊朗把这个海峡口一焊死，欧洲人的锅里没火了，车里没油了，美国老大哥救不救？美国老大哥那可是趁火打劫的高手欧洲是哭着喊着大哥救命中东没油了。美国微笑着说救，肯定救，但是我这个油可是坐船跨过整个大西洋运过来的，运费贵风险高得加钱翻倍。这欧洲一摸兜，这几年呢因为能源危机这经济本来就半死不活了，再买这个翻倍的高价油，那不就直接宣告破产了吗？这就是典型的听了大哥的话丢了自己的家。你瞧瞧现在的法国马克龙，还有欧盟那位冯德莱恩，现在是一个比一个叫得欢满世界的呼吁停火冷静克制。他们那是为了世界和平吗？那是为了伊朗老百姓的命吗？拉倒吧，他们是心疼自己的钱袋子是怕家里面那帮冻得跳脚夹皮油的老百姓上街闹事儿。克里格说的透石油这玩意儿它不是自来水，不是拧个开关就能换方向的。就算你现在想办法从别处淘换油，那个航线的开辟那个价格的拉锯起码得折腾3个月。3个月你让欧洲那些老爷们儿3个月不开车不吹空调，工厂停产，那不是比让他们破产还难受？到那个时候欧洲的工业底子估计都得被美国给吸干了。这哪是盟友这分明就是美国养在圈里的提款机。这个2026年的世界局势说白了就是一场残酷到骨子里的大买卖。美伊这个仗一打，直接把日本和欧洲那层精致的伪装给撕了个粉碎。他们以为呢跟着美国就能吃香的喝辣的，结果呢美国人是吃上肉了，他们在后面2口汤都没喝着，还得负责洗碗交电费，甚至连自家的碗都要被美国人端走了。克里格这番话吧，真是把这些人的遮羞布给扯下来了。什么叫能源安全？当你把命根子攥在别人手里，还主动切断了备用方案时，那就不叫安全那叫自掘坟墓。那现在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美国呢在前面扣扳机，伊朗在后面关大门，中国在旁边看戏，俄罗斯在家里面数钱，日本在原地变脸，而欧洲正在深渊边上找活路呢。其实这个事儿吧，对咱们也有启发。为什么咱这些年非要搞新能源？为什么要搞这个光伏啦，搞电动车？
说白了，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掐咱脖子。这个美伊打架，日本变脸，欧洲遭殃，这出戏估计还得唱一阵子。哎，你觉得这个油断了对哪一国的影响最大了？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兰，我们下次再见。